你是不是觉得过了30岁、40岁才从零开始学舞已经太晚了？去年，这位38岁的二宝妈 Moon 第一次学舞，她说自己比零基础还糟，连走方阵都会顺拐。1年后的今天，她收获了最珍贵的蜕变，也让作为老师的我感动流泪，因为她证明了我一直坚信的舞蹈与年龄和天赋无关，关键是用对方法。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梦从僵硬不协调到自信舞动的全过程，包括让他差点放弃的至暗时刻，以及让他突破的3个你也能复制的关键秘诀。但首先，让我带你走进学舞半年后那个让他崩溃的夜晚。回来一边开车一边哭，就哇大哭。为什么别人都能学会，就是我记不住动作？梦不是一个人，在舞蹈行业30余年，我见过太多的新手有同样的崩溃。他们往往逻辑清晰，工作生活上什么事儿都能搞定，唯独在舞蹈课上却成了那个最笨的人。脑子明明知道动作，身体就是不听。这种打击确实很大，但相信我，这不是智商问题。他可能对你是这种500%的信息量，对人家可能就是20%的信息量。对，他可能一个动作元素，人家就知道了，然后你就是属于这一个动作元素里面还要拆很多动作的顺序、动作节奏、协调，然后发力在哪、重心在哪，就核心在干什么，你就全晕了。对，然后就这样一个动作这。一个加一个加一个，你就等于是那种信息量爆炸了，肯定是。对。那梦是如何突破这一关？又是什么让他没有放弃？这还得从他为什么要学舞说起。Moon 是个音乐人，特别爱爵士，但有一件事困扰了他30年。有一种那个叫什么肢体羞耻症，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去动自己的四肢，会感到很羞耻。30多年一直都是这样。比如说去音乐节呀，大家现在听乐队可以晃啊，然后我就觉得就怎么动都觉得很别扭，然后我就站在那边。Moon 不是想随便学个舞，我听到的是他想用肢体来表现内心的音乐。因为我本身做音乐，然后我又特别喜欢听乐队啊什么的，对，所以就觉得特别难受。这是他灵魂深处的渴望，明明很想把听到的音乐肢体化，但他就不能。2020年Moon学画画的经历让他发现，即使零天赋、零基础，只要系统的一点点学习，一样能学好。这让他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去试试自己最没有天赋、从小就恐惧的领域——跳舞呢？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我就说，无论跳成什么样，我先坚持上1年再说。从我完全绞脑残的状态到1年之后，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入门的时候，我完全就是一个抓瞎的状态，我不知道要练什么，所以我就只是练课上老师教的那些动作。大概是开始练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开始脚疼，各种关节，胳膊也疼。刚开始练的时候，就后背这个地方就很容易这样子憋气，对，就憋气做不出来，然后就成这样子了。对，所以这个地方也会特别容易疼。我就是可能因为一直不运动，然后突然开始天天运动，可能强度有点大，每天早上起床感觉要散架了一样。后来就是最夸张的时候，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就因为太疼了。对，然后就开始膝盖疼，我就有点慌了，我就说这不行啊，因为我知道就膝盖它如果是磨损的话是不可逆的嘛。我说我这还想跳1年呢，我这刚1个月就不行了，我说这不行啊。所以是因为膝盖疼那个事情，思考到你练习的顺序反了。对。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要练基本功，正确的步骤其实应该是先去练基本功，身体机能起来了之后，然后再去开始跳一些更复杂的动作。对，我现在才明白，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现在学舞挺奇怪的，很多机构1节课就让你学10个、20个动作，动作要点不讲，最基础的身体能力不训练。学生动作没学会，反倒练了一身伤。像这种跳了2周就膝盖痛的案例其实很多，到处疯狂的去找基本功的视频。我当时一看，哇塞，太好了！我说哇塞，感觉抓到救命稻草了一样。我学您的课最有帮助的就是能够让我知道我做什么动作的时候是用的什么肌肉，哪个地方需要发力，把这个动作拆解开了之后，它都需要什么部位去参与。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对，不然像我刚开始学跳舞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照猫画虎的把那个动作摆出来了，
但我并没有是真的风一吹就倒了。对，但并不是真的去跳出来。对，就我觉得这个是质的差别，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从那天起，梦意识到将大脑跟身体连接的密码是系统的一步步的练习基本功，身体开始响应了。不久之后，梦成功升级到进阶班，满怀期待的他在当天下课回家时，为什么老师教同样的东西，一节课人家都能学会，我就记不住，我死活就是记不住那个动作。本以为自己成功晋级了，结果发现这个新班里的同学都是跳了4、5年的人。看着人家轻松记动作，梦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对于我才跳4、5个月的，就真的觉得哇塞，太打击了。梦当时的心情我也深有体会。产后我的核心能力不及产前一半，以前随便做的动作我都找不到感觉了。对比以前那个完美的自己，我当时又急又怕，害怕自己再也回不去了，着急能不能快点恢复。但很快我就发现，最可怕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心态，让我觉得目标遥不可及。因为理想追得太紧，就忽略了当下的身体，他需要什么，他能做什么。要比就去跟过去的自己比吧，昨天的、上周的、上个月的自己。只要你用心给予当下身体所需的养料，这场仗你一定能赢。这是我经常对学生说的，也是我当时鼓励自己的话。要有耐心。我给你看我手机锁屏，你不一样，只要你不放弃，长期坚持，你终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时刻。你需要做的是战胜你自己，无论遇到什么都坚持下去，坚持才能带来奇迹。梦说那段时间看自己跳舞很折磨，真的哭过很多次，尤其第1年经常哭。但每次他都擦干眼泪接着练习，因为他知道退出就意味着永远困在那个不会动的身体里，而正是这种强烈的要自由舞动的欲望让他坚持着。就这样，进步悄悄地发生了。我发现进步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对比前后2天的是看不出来变化，但是隔一阵子再去跳之前跳不好的那个动作的时候，变化就非常明显。比如说之前我踢腿的时候一直不稳，我这个地方比较小，所以我大概描述一下。你跟我说怎么做？半腿站着，然后甩另一条腿，前后甩，对，这样吗？哎，对，然后但是是画8字，前面画半个圆，再绕到后面，这样子吗？哎，对，然后再甩到后面，对，甩到后面，踢起来甩起来，对，就类似这种甩起来的，这样子吗？哎，类似，对。刚学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腿甩到前面了以后，我的身子就会跟着转过来，就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像您那样子很稳的站着，做不到。然后我记得是上您的一个课，就有个特别像的这个动作，我当时哇，太好了！我当时感觉像遇到救星了一样，说哇塞好，我就练这个。1个月以后再去跳那个时候，突然发现能站稳了，这太神奇了。这就是练习基本功的魔力。你以为在练一个单一的动作，其实它在以最简单的方式帮你同时加强重心的匹配、核心的控制、胯跟的力量、气息的配合等等。木说不知怎么的就进步了，其实是基本功在默默的帮他提升武技。木的后台显示14000多分钟的练习时间，10分钟的视频他刷了2000多分钟。这不是努力的证明，这是梦和自己身体14000多分钟的对话，每1分钟都在告诉那个38岁的身体，你值得关注，你可以自由，现在开始不算晚。还记得梦一开始说的吗？以前在音乐节，他只能僵硬地站着。今天，当爵士乐响起，梦的身体自然地响应，不是因为他记住了多少动作，而是因为他的身体终于自由了。我爸都说我现在的整个的体态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以前是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而他说我现在出去都是这样，带风的，走路带风的，自带气场。你的视频从你第1天到你到了过了120天之后，你就已经有那种自信感出来了。哎，你非常知道自己下一步要走什么，就能看到你非常的享受。你有什么学舞的诀窍是可以分享给其他像你一样零基础的学生吗？最好就是总结性的、最重要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分享。那我觉得第一点，我肯定会去建议大家先练基本功，太重要了，一定先练基本功。对，然后就是在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做到什么动作之前，先保护好自己。尤其像我们年龄大了，他可能很多关节都不那么的灵活了，脚疼啊、膝盖疼这些其实都走了很多的弯路。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我去
意识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可能慢慢练的，后来就是练坏了，就跳不了了，对吧？第3点就是要有耐心，对自己有耐心，不去跟别人比，这个太重要了，不用嫌自己跳的丑。我就是从那个完全没法看，然后慢慢跳到了自己还敢看一下的那种状态。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呢？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从零基础走过来的呀，对吧？对。每一个人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呀，为什么别人能做到我就不能呢？我也可以。Moon 的蜕变不是靠蛮力来对抗身体的僵硬，也没有听信速成的谎言，而是用真正的渴望加科学系统的方法唤醒了沉睡的身体。现在你有2个选择：继续羡慕别人，让我不行成为永远的借口，或者像 Moon 一样，用正确的方式开启舞蹈之旅。你的蜕变可以从今天开始。欢迎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来获取和 Moon 同款的系统学舞方案吧。